大家好，我是毛毛。缤纷多彩的彩带永远都是复活节最受小朋友欢迎的东西，但是如果我们把里面加上美美的蛋糕，那小朋友肯定会为之欣喜若狂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里面夹着蛋糕的彩带。考虑到复活节的 party 往往都开在户外，所以我们采用越放越好吃、经久耐放的棒蛋糕夹在里面。首先我们需要把低筋面粉、泡打粉搅拌均匀，过筛到油纸上，一会儿备用。刚从冰箱取出的黄油可以用微波炉每隔5秒5秒的这样加热到刮刀可以任意切断，然后再开始打发。我们砂糖分2次加入。戚风蛋糕跟海绵蛋糕的膨胀主要是靠打发蛋白或者全蛋，而棒蛋糕的打发主要是靠打发黄油，让空气冲到黄油里面，烘烤的时候加上泡打粉或者小苏打的辅助，让整个棒蛋糕有一定的蓬松感。棒蛋糕它烤外的组织跟戚风相比是比较结实绵密的。打发黄油可以一直用高速打发，随着不断的打发，黄油的颜色会变得越来越浅，接近于白色。打完以后，它的表面是呈羽毛状。下面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鸡蛋部分，这里用的是蛋黄。往黄油里面加的液体一定要回复到室温，大概20度左右。我们把蛋黄一个一个的加入一个，用打蛋器搅打均匀，再继续加下一个。蛋黄跟全蛋相比，它的油脂含量更高，所以可以使成品的蛋糕口感更加湿润。我们来看看加完所有蛋黄以后的状态，跟加之前比，它细腻顺滑了很多。我们加入配方中的海盐也可以提前加。牛奶加入之前需要微波炉首先给它加热到30到40度左右，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到黄油里面，加1次，用打蛋器继续搅打，让黄油把牛奶充分吸收掉。香草籽记得要加进去，然后继续加入一点牛奶。牛奶加热的目的是为了让黄油更好的把它吸收。温度过低的牛奶容易让黄油产生水油分离，黄油吸收牛奶的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随着牛奶的加入，黄油会慢慢的出现油水分离。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面粉来帮助我们一把。加入少量的面粉，可以把吸出来的水分给它吸走。这时候你会发现黄油面糊慢慢的又恢复到光滑。我们继续加入少量的牛奶，继续用打蛋器把它搅打均匀。这时候加入的牛奶其实是很难被黄油吸收了，所以说搅打之后，不管你怎么打，它还是会有这种水分子飘在上面。我们需要往里面继续加入一些面粉，把这些水分继续给它吸走。所以说我们在加牛奶的过程中，只要搅打的时候发现黄油出现水油分离的状态，没有那么细腻顺滑了，那你就要往里面加入一点的面粉，把这些水分给它吸走。通过面粉与牛奶这样交替加入的方式，最后出来的面糊是非常细腻顺滑的。面糊倒入涂有黄油的模具中，方便烤完脱模。180度烘烤25分钟到30分钟左右，到表面上色。棒蛋糕最经典的就是表面那一道自来的裂纹。蛋糕放凉的时候，我们来做里面的柠檬凝乳。我们需要在小锅里面打入一个鸡蛋，挤入一个大柠檬的柠檬汁，大概40克左右。加入1大勺白砂糖，稍许搅拌，然后放到锅上用小火加热。加热的同时一定要不断的搅拌。我们需要把它加热到温度在82度左右，这样的话才可以彻底的给蛋黄杀菌。最后我们加入黄油，黄油的加入可以让整个酱更加的顺滑。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棒蛋糕的组织。棒蛋糕其实最好提前1到2天制作，它时间放得越久，味道就会越加浓郁。
我们先把表面上色的皮给它切除。我们用手把蛋糕撕成小块，然后给它捏碎，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撕成大块，放在料理机里面，用震动的模式把它打碎。打碎的蛋糕就好比是面粉，可以往里面加入液体，然后和成一个蛋糕面团，给它捏成不同的形状，可以捏成鸡蛋或者小兔子。我们加入刚才已经放凉的柠檬凝乳，稍作搅拌之后，我们用手给它抓捏均匀。最后的状态是用手抓起一把蛋糕屑，稍微用力一捏是可以成团的。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状态的话，可以往里面稍稍加一点牛奶。然后我们就取一把蛋糕屑，用双手把它捏成鸡蛋的形状，大小可以按照自己喜欢。如果你有鸡蛋的硅胶模具的话，那就最好了，做出来又平整又漂亮。鸡蛋捏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淋面了。我们取不同颜色的巧克力，或者纯粹用白的巧克力加上色素调成喜欢的颜色。巧克力隔水融化，稍作融化之后，我们用抹刀翻拌的时候发现巧克力浓度太高，这时候是不能淋面的，我们需要往里面加入椰子油。椰子油融化之后，可以把巧克力调整到你想要的浓稠度。调好浓度的巧克力一定要放在热水里面保温。取一个捏好的蛋糕鸡蛋，用叉子来回滚几圈。拿出来的时候，记得要把叉子周围的底下的都给它在碗沿给它刮去，然后用小抹刀慢慢的推到油纸上。你滚的圈数越多，外面的淋面也会越厚，也会变得更光滑一点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的鸡蛋捏的不是特别平整的话，可以稍微多滚几圈。剩余的白巧克力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标花袋里面，在淋好的鸡蛋上面挤上白色的细屑，室温放置一会儿，表面即会凝固，这样我们的蛋糕彩蛋就做好啦。做上一篮柠檬蛋糕彩蛋，带去跟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吧。我是毛毛，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哦，拜拜。